今天的视频贴起2020年5月的坑，聊一期世界上最丑的摩托之一，但也号称曾经最先进的跑车之一，来自宝马 K1 摩托。虽然宝马 K1 很多摩友认为它很丑，尤其圆润的车身、大胆又鲜艳的配色，又搭配着巨大的挡泥板和方形大灯，感觉很不协调，很不战斗。想想同时期的其他摩托车，比如本田黑鸟 CB919、929、954、传祺 ZX-7-9、ZZR1000E、铃木 GSX 750、TL1000、雅马哈 FZR1000、GTS1000，甚至杜卡迪888，外观造型都已经变得非常战斗，而宝马 K1 却还是这个样子。难道曾经宝马的设计就这么垃圾？其实并不是 ，K1 的设计准确点来说属于用力过猛。设计师当年想把所有好的功能、好的设计都用在 K1 上面，结果适得其反。但是不可否认 ，K1 当年的设计对后期整体跑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。首先，宝马 K1 是1988年发布，1993年停产，5年的时间共销售了7000台左右。销量这么低的原因，第一是因为太丑，第二是因为太贵，当年售价13000美元，约等于今天的26000美元，比今天的川崎 H2 还贵了1000美元，比低配的京 E 都贵了500美元。这在当时绝对属于又丑又贵。好在当年硬件配置还不错，比如它的发动机是来自宝马 K100的平台，是一台水冷4冲程 987cc 卧式4缸发动机，也可以叫纵置4缸发动机，也就是说气缸在侧面，所以也可以叫 Beamers 非砖发动机。这样的摆放方式带来的好处就是重心更低，而我们常见的4缸叫横向直列4缸。这台发动机最大马力8000转，爆发100匹，峰值扭矩6750转100牛米。事实上最大马力远不止100匹，但是当年德国摩托车法规限制最大马力不能超过100匹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4缸发动机动力和扭矩爆发点都偏低的原因。另外也使用了5速变速箱，带负操纵杆的轴传动，这个负操纵杆的设计也一直沿用至今。其实带负操纵杆的轴传动设计是宝马 GS 最早开始用的。至于0-100加速 3.9 秒，极速240左右，能有这个加速和极速的成绩，全靠这个全封闭式整流罩，这也是 K1 当年最大的卖点。号称经过风洞实验，仅有 0.34 到 0.38 的阻力系数，是最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摩托车外观，没有之一。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丑不是宝马设计的原因，而是为了极度追求空气动力学，这个理由很牵强。为什么？因为后期铃木隼也号称最具空气动力学的设计，但是我认为铃木隼没有这么丑。另外 K1 准确点来说，它不是单纯的仿赛，而是跑旅车型，类似于 ZZR1000E、六眼魔神、铃木隼这种重型巡旅跑车，更追求高速巡航，又不失去跑车应有的造型和驾乘感受。所以你可以看到 K1 的转向灯集成到了整流罩内，还标配了汽车大灯和原厂的小边箱，只是这个小边箱属实太小。原厂的后托风盖还贴心的包裹了皮革，在骑手俯身骑车的时候，可以更好的包裹骑手的屁股和臀部。另外全车整流罩到处设有通风口，比如车头、侧板、前挡泥板等等。除此以外 ，K1 在当年就使用了博士电棚、机械式 ABS 防抱死，这都是很领先的配置，尤其在1988年。因为这些配置的大规模普及，其实基本都在2010年之后，也配备了马祖集解阵巨大的4活塞鲍鱼卡钳、钢管车架，前轮毂17寸120，后轮毂18寸160，油箱容量22升，100公里综合油耗5升左右，座椅高度780，整备重量258公斤。另外它的仪表设计也很有意思，主仪表盘显示时速、转速、档位等等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油表和水温表？因为它把水温表设计在了右侧车把下面，上面是一个小的储物箱，而左边车把下面是油表，油表上面是 ABS 开关和双闪按钮。这种设计就是宝马早期 K 系列、LT 系列和 RT 系列的标志。视频最后，宝马的发动机种类是特别多的，比如 C 代表踏板系列， HP 代表高性能， S 代表4缸， R 代表全机手发动机， G 代表单缸， F 代表双缸， K 代表3缸、4缸、6缸或多缸发动机。所以江湖传言宝马的4缸发动机来自于铃木是假的，完全不可信，这个我们之前视频详细聊过。另外大家看完视频可能会觉得宝马挺奇葩，事实上在80到90年代，世界摩托车企业都是群魔乱舞，一个比一个疯狂。比如有铃木蒙面超人、铃木直列6缸平流层、铃木妖刀、铃木法尔科、铃木努达、哈雷妖刀、宝马 K1、克雷格威特神秘船、雅马哈 GTS1000、本田 NR750、雅马哈 MT-01、铃木大 BK、传祺 ZZRX、铃木 NAX、雅马哈源流。这些车型有的已经生产，有的还在概念，但这些设计都是1999年之前的设计。怎么说呢？慢慢抄吧，不着急。另外 K1 现在国内水车不多，价格也一直不高，很多人欣赏不了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